在四川深山發現古人隱居之地，格局超乎你的想象。整座大山幾乎被掏空，數十間天然石屋依山而凿，暗藏重重機關險道。所有起居設施全憑人力在岩石上開鑿打造，固若金湯，堪比隱秘堡壘。此地便是四川榮縣獅子寨，開鑿於唐宋時期，沿用至清末，歷經千年風雨，大部分石屋依舊完好如初，不靠現代器械，古人憑人力造就宏偉工程。寨中塵封往事引人探尋。今天跟着鏡頭，我們一同走進獅子寨溯源探秘。這裡就是進入獅子寨的唯一通道，它是一座懸空的木橋，但是這座橋呢现在已經清洗了。我們要抓着這岩壁上的扶手，這個扶手呢也是古人開鑿的。然後下方呢，這裡有圓孔，這個是用來插上木樁子的，因为这个地方需要搭橋過來嘛，下面就是絕壁。抓住這個扶手呢，走過來還是比較輕鬆的。我們過來之後，這邊就是獅子寨的寨門，我們上來看看。這些全是石頭啊！這座山呢，就是石頭山。你們看這些石梯路，都是在岩石上開鑿出來的。我們看這個位置，這裡有方孔，有凹槽，這應該就是用來固定門的。這也就是它的第一道門。上來之後，這邊也是有很多凹槽，這裡就是第二道門，太牛了！我們繼續往上面走。哇，全是石梯路，它就在岩石上天然開鑿出來的，太牛了，真的。這個位置呢，應該就是第三道門。我們來看看後方，它這上面呢也是有方孔。有開鑿過的痕跡，你們看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圓孔。它以前這個地方呢，上面估計是一個平台啊，上面是可以走人的，然後下面呢就是門，上面呢肯定也是有人站着的，守在這裡，因為這個地方是它的唯一通道嘛。然後我們看這裡，這裡有個斜着的凹槽，很大的啊，這個呢就是用來抵門的，用那個木頭柱子，然後抵在這裡。這裡是最後一道門嘛，它這個地方有3道防禦。我們繼續往上面走，這裡有一個曲口，幹嘛的？哇，很深的豎井，深不見底啊，這應該有幾十米。它這個不知道是幹嘛用的，不可能是水井吧？井水應該不太可能啊。它這兩邊呢也是開鑿這種凹槽，這個人呢是可以走下去的。然後這邊也有。它的這個用途呢，不知道是幹嘛用的。這個工程量挺大的。我們來看剛才我上的這個位置，上面這些也是有開鑿的痕跡啊。不知道以前這個地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格局啊？但是現在呢，我們也看不到了，只能看到古人開鑿的這些凹槽了，什麼都沒了。上來之後，這裡就是第一層了。這裡有一個房間，這個房間還挺大的啊，它高度應該快接近3米了。這個地方，我的猜測肯定是守衛居住的地方，因為下面這裡就是大門嘛，這個地方隨時都有人守着的，守衛居住的地方。我們繼續往上面走。這個位置還有一個小空間，然後這裡呢有一個台子，這岩壁上啊，它也是有凹槽的。哎呦，不知道以前它這個地方是有什麼用途啊？我們一路走上來啊，它這些石梯路啊，都是在這座大山上開鑿出來的，這不是後來搭建的，就是以前留下來的，一整塊的岩石慢慢的開鑿上去的。然後這裡呢就是第2層了，從這裡過去，我們來看看這個邊上。哎呦，絕壁啊很高，只不過長了很多的樹木。哎呀，從這個地方上去呢就是第3層，我們先到第2層去吧。它第2層呢，這邊
用這個很大的條石壘起來的，上面以前應該是有建築的吧。這個位置還有一個石頭也是開凿過的。這個地方呢，現在已是雜草叢生啊。這邊就有房間了，這裡就是第2層的第1間石屋，我們進去看一看。應該從這邊過去。這個地方呢，就是它的大門。這邊呢，以前應該也是封閉的，後來應该是塌掉了，因為年代久遠了嘛。我們到裡面看看。它這個房間啊，挺寬敞的，而且很高，這高度應該有5、6米吧。然後岩壁上呢，也是有這些方孔。然後這邊呢，它就是這種凹槽，這個呢就是插木樁子的，做橫梁的。上面呢鋪上木板，第2層呢就可以睡覺了，第1层呢就可以堆放東西。然後他們上第2層是怎么上去的呢？就這個位置啊，有這個石梯可以直接走上去的。我們走上來看看啊。哎呦，你們看，這裡面呢還有那些樹根都長進來了，而且邊上啊這些已經風化開裂了，因為這個地方開凿太久了嘛，最少上千年了。好，我們繼續往前面走。這邊應該也是石屋啊，你們看這裡有很小的洞口，這就是它的窗戶啊，上面還有一個很大的。這邊肯定是有門的，還真是啊，這裡有一道門，我們進來看一看。哇，這裡面好黑啊，還有什麼東西在叫？應該是蝙蝠。我們打開进來看一眼。哇！全是蝙蝠，我的媽呀！地上啊全是蝙蝠的糞便，我们還是出去吧，我怕他們一會兒突然之間跑出來，太嚇人了。現在已經成為蝙蝠的家了。過來之後，這邊也是有房間的，我們過去看一看。哎呦，你們看這些刺兒啊，已經長到路上來了。這個地方就是它的窗戶，這影壁上呢也是爬滿了很多藤蔓。我們看看這一間，這一間呢裡邊它就沒有蝙蝠啊，很怪呀。為什麼剛才那一間那麼多呢？它這些房間呢，格局都差不多，都是做了一個2層的設計，然後呢，開鑿這種石梯可以上到第2層。這裡面挺涼快的，我們現在去第3層吧。現在我就來到第3層了，它這個地方看起來以前也是有一堵牆的，上面還有方孔。過來之後，這邊又是一堵牆。這個位置啊，應該就是它以前的大門，就是到第3層的門。第3層呢，它都是有2道防禦的，太牛了！你們看這個城牆，全是靠這種很大的石頭壘起來的。以前呢，估計很高了，但是已經塌掉了。我們看這個柱子，也是人工開鑿的。這第3層呢，它就有很多房間了。這邊過去呢，有幾間房間。然後從這邊過去，那邊還有10幾個房間吧。這3層的房間特別多。這個地方就是第1個房間，我們看看，它就在這個進來的門口這個位置。哎呦，這3層的房間看起來好整齊啊，方方正正的。然後這個地方也是有梯子可以上到第2層的。因為它這裡全是做的2層的設計，
這個地方幹嘛的呢？凹陷下去一塊，可能是放東西的哦。第3層看起來就漂亮了。你們看这里，一扇很大的窗户，它那個窗戶啊，上面也是有那個凹槽的。它以前這個地方窗戶都是可以關起來的，太牛了。我們看到這個岩壁上啊，它開着了一個很深的槽，這個槽是用來幹嘛的呢？我們來看看它的盡頭。哦，這裡是一個很大的蓄水池，這個設計確實牛啊！把這個水啊從山體上給它引下來，就是下雨的時候把這個雨水啊給它收集起來，然後存在這裡，太牛了！這個設計真的。然后我們來看看這邊上。以前這個邊上應該也是有這個石牆的，這下面呢應該是挺高的，估計沒有堆很高。哎呦，你們看，下面就是絕壁啊！我們到這個位置來看看，你們看，這麼垂直的絕壁，肯定是爬不上來的。我們繼續往這邊走，你們看這裡，這個設計的，這應該是煙囪啊，排煙的地方，這裡應該是廚房。它這個廚房呢也是給它封起來了，只不過現在呢已經看不到了。它的灶台在這個位置破損了已經，你看這個煙囪從這裡排出去的。這個地方呢有一個小台子，這可能是用來放蠟燭的、放燈具的地方。過來之後，這邊又一道門。哇，這邊有很大的空間，這個房間好大呀！它這些凹槽呢，就是用來固定門的。怎麼還有人在這裡來燒火呀？它這邊呢，以前這個位置啊，應該是一個天然的岩漿，這些都是潮石垒起來的。你們看這些石頭，最少都有幾百斤啊！不知道古人他們是怎麼把它垒起来的，太牛了！我们下去看看，這個地方有人搭了這個石頭下去。以前他這個地方應該搭的也是這種石頭啊。這個房間呢，它就不是很平整啊，它是斜着的，像一個梯形。它都是做的2層設計啊，但是這些呢已經塌掉了。這上面還有一個空間，這個地方不知道是幹嘛用的了。然後這邊呢有石梯路可以上去，這裡就是窗戶了，太爽了！這裡真的，特別是這扇窗戶。真的是3間房啊，能看到外面的風景。它這個還挺厚的了，這邊上也是有凹槽的。它這個地方以前也是可以關起來的。我們看這個位置啊，它開出了這個槽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，這上面呢很小的，延伸到最頂上。然後這邊呢也是有的。哦，我明白它這個是幹嘛的了。它以前呢，這個地方的第2層，這個門也是給它關起來的。好，現在我們從這裡上去。上來之後，這個地方是灶台，這個地方可以放3口鍋。但這個位置呢已經破損了，這邊呢保存的比較完好。你們看，還有煙燻的痕跡啊，挺漂亮的，很精緻。這邊還有一個，下面就是燒柴火的地方。然後這個地方也是做了排煙口，從這裡給它排出去的。看樣子啊，它這個地方以前也是封閉起來的，要不然它不會在這裡做一個煙囪，把煙子從這裡給它排出去。還有你們看這裡，這個是啥？這肯定就是水缸了啊！
一個小水缸，然後這邊就是廚房嘛，在這裡洗菜呀、做飯啊就很方便。這上面呢，這裡有一些圆孔，這個位置是幹嘛的呢？不可能是水缸吧？它這個地方以前也是可以給它關起來的，封閉起来的。我們看看我下面，哎呦，這就是橘壁啊，特別的高。但是這裡的風景的確不錯，對面的這個村莊現在也是有人居住的。我們繼續往裡面走，這個地方就是第3層這邊的最後一個房間。這個房間呢，這裡有一道門，你們看，門軸清晰可見啊。進來之後呢，它這裡還有一道門。這個地方應該是當時地位最高的人居住的地方，因為這裡是最安全的。想從最底下攻破進來，最少要過7、8道防禦才能到達這個位置。這個地方呢，也是挺寬敞的。你們看最頂上還有一個圓孔，那個圓孔不是特別大，這個地方估計就是以前的人藏寶貝的地方。它這裡面呢是做了一個4層的設計啊。我們從上面看啊，最頂上這裡是1層，然後這個位置啊又是1層，然後這裡呢又是1層，最底下還有地下室。它一共有4層設計，太牛了。我們下去看吧，看看這個地方能不能下去啊。我看一下這裡好下去不？應該是沒問題的。我下去看看。剛才我下來的時候啊，這個地方有一只鳥飛出來，這個地方應該是有鳥在這裡築巢了。我們來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2個鳥蛋，這個蛋還挺大的哦，不知道是什麼鳥。哎呦，然後我們看看這下面，這底下1層，這裡下不去了，有個石頭擋在這裡。我們站在上面大概看一下。哎呦，這底下1層不知道幹嘛的哦。它是呈一個圓形，圓的，這裡是。然後它這個地方被這個大石頭擋住了。這裡也是窗戶吧，還挺厚的啊，這個厚度應該快接近2米了。它邊上也是有凹槽的，也是可以關起來的。這個位置啊，不知道是幹嘛用的啊。像一個水池一樣的，然後這裡呢還有一個圓孔，它這個圓孔呢是跟剛才我們看鳥窩那個位置好像是互通的吧？是不是？好像是啊，跟這邊是互通的。它這個設計呢不知道是幹嘛用的啊，這個還真不知道。然後這下面這1層呢也是什麼都沒有。我們到這邊來看看。你們看這個石梯路，這個地方居然有一個孔，哎呦！上來之後，這個地方還有石梯路，它就是上到最後1層，第4層的。這個地方居然做了4層的設計，地位最高的人應該是他們的寨主才有資格住在這裡啊。剛才我們看到的圓孔就在這裡啊，這個位置，這可能就是他們藏寶貝的地方。然後這個位置呢，也是有一個圓孔，很圓的，這個不知道是幹嘛用的啊。好，現在我們出去吧，我們去最右邊看，那邊也是有很多房间的。现在我們去這邊看啊，這邊還有很多房間。這個地方就是他以前的門。這第3層呢，才是主要人員居住的地方。這邊上也是這種石頭垒起來的，很大的石頭。這邊呢也是有一個房間，我們過來看一看。喲。這個房間呢就比較特別了，它是從這裡走下去的。我們進來看一看。
哎呦，我们就不下去了，就站在这个上面随便看一下吧。格局一样的，这里看看下面几个房间吧。我们下来之后，这底下也是有房间的，我们看一看，都是一样的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你们看这个位置，下面是空的。哎呦，这邊還有一間，我們看一下。哎呀，一模一樣，沒什麼好看的了。這些地方的房間呢，它就比較矮啊，沒那麼高。我們看看這一間吧，這一間它好像是互通的，可以走到那個位置去。這一間好像還挺特別的，我們進來看一看。哎呀，進來之後，這個地方是幹嘛的？像一個神龕。哦，這裡居然是灶台，我還以為是神龕呢。你們看這裡，這就是一個灶台，已經破損掉了。這邊呢，放打火石的地方，這是。然後這個地方才是它的門，可以關起來的。它門口就是廚房，挺特別的哦。這個地方呢就沒有多高啊，它的高度應該只有2米左右。這個位置應該才是神龕吧？它這裡互通的，可以往裡面走。哇，這邊也是有很多房間，裡面還有一間。它這些房間都是一樣的，2層的設計。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孔，圓形的，這應該作為一個瞭望孔啊，可以看到外面360度無死角。這裡是最後一間了，這一間怎麼塌掉了呀？哎呦，你們看上面，這上面的石頭掉下來了，一大堆在這裡。哦，它這邊呢也是銀牆，靠這個石頭壘起來的。這個地方開鑿時間應該太久了，都已經塌掉了。朋友們，這個地方牛不牛？規模太大了，有幾十間石屋，這上面住個幾百人了，肯定是沒有問題的。最主要的一點啊，它這個地方就這麼一個通道，只要把這個地方收拾啊，別人是上不去的。住在上面呢，非常的安全。上面呢有一部分的食物啊，依然保存完好啊，還有灶台。雖然已經過去了7年之久啊，有的食物依然還是可以住人的。好，今天視頻呢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。